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残酷的现实，在这个 GPT、豆包、Sora 横行的时代，所谓的正确答案已经变得前所未有的快速和廉价。如果我们还只教孩子刷题考试、死记硬背，那我们最终只会培养出一个还远远不如 AI 的答案引擎。这就是孩子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书读得不够多，而是活得越来越像一台过时的机器。所以今天我带他上山，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为了找回人类最后的护城河。我是 MindHackers 的老卢，我的频道帮你科学思考，探索内心，并把知道真正变成做到。前几周大脑工具箱的栏目已经在超越脑斧的3期节目之后临近尾声，在 AI 时代的教育探索将成为新行者 MindHackers 下一个阶段的重点。老卢会基于脑神经科学、心理学和 AI 训练原理，每周5给大家带来有科学根据、有调研数据，并可以实操落地的9期深度节目。如果你是一位和我一样的家长，我希望你能看到最后。这期有很多我和女儿一块探索学习的故事，还有一个或许能让你回味很久的答案。今天我们不在屋里待着，我要带你去山上，去越野跑的山路，去找那个能让孩子们在 AI 时代领先的底层代码。这张我给家长和孩子们规划的碳硅进化论登山图，会指引咱们一起攀登这座和 AI 共存的高山。那山脚是基石，山腰是路径，山顶是无限的风光。今天的一期节目，我们会死磕底层的山脚基石，我们要用肉身的体验去换取 AI 无法模拟的直觉。我会结合脑神经科学和 AI 的原理，把这层根基里最核心的4种反脆弱能力给你讲透，把脑、胆、身心全练一遍。这不是虚无缥缈的理论，这是一套能让你的孩子大脑在物理层面发生改变、领先的实操指南。视频的最后，我将按惯例整理第1期的 AI 时代家长实操手册回归肉身送给您，从如何去设置试错的场景到怎么和孩子复盘。那这套手册能让你把今天的视频内容直接变成明天的家庭教育计划。本期视频内容实用且硬核，山野精彩实拍，量大管饱。当然您也可以跳转章节反复观看。准备好了吗？我们上山。AI 时代孩子面临的第一个陷阱是速成的浮躁。YouTube、哔哩哔哩大量的培训视频，不管 AI、体育、写作，都在呈现给我们快快快。你想操作、模仿，或者所谓的学会一项本领和技能，很容易，非常快。我们被一种即时满足的幻觉包围了，到处都是3天写作高手、10分钟学会什么什么什么的承诺。屏幕那头的所谓老司机，把操作当成掌握，把模仿当成学会。但你冷静想想，自古就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任何真正的掌握都必须经历一个从知道到体感的漫长转化，这个转化过程是无法压缩的。那上山之前，我教他登山杖的标准握法、发力姿势，这就是 SFT 监督微调。我给他提供了高质量的人类范例。但是呢，如果他只会在平地上做这个标准动作，一遇到乱石坡，他就只会僵硬的挥杖。所以光有 SFT 是不够的，他必须通过自己的体会去学会泛化。那这个转化怎么发生呢？我们把它放到其他的实战里，以防让人心生恐惧的下坡场景、上坡场景。孩子平时学习也一样，你死记硬背100道例题，不如理解一个底层逻辑。就像爬山、越野跑，你必须把重心控制训练成你的本能。而面对任何的数学题，核心都是识别模式、建立等量关系，这才是能随身携带解决所有陌生问题的解题算法。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孩子一块复盘，不管做什么事儿，第1步都是死磕底层逻辑，那第2步才是下场寻找属于自己的手感，哪些做法有用，哪些更适合自己，这样孩子就会明白，越野跑、爬山和看书学习和唱歌弹琴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心急绝对吃不了热豆腐。这正是为什么前 OpenAI 的首席科学家 Ayla Sutskever 会说，他想造一个15岁的超级学习者。Ayla 在最近刚刚接受的访谈节目里谈到一个全新的观点，和通常人们对于超级人工智能 AGI 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但刚好贴合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他说，他现在创立的 SSI 这家公司的终极目标绝对不是做一个无所不知的神，而是造出一个15岁的超级学习者。那为什么是15岁呢？Ayla 表示，因为在这个年纪，人类展现出了惊人的持续学习能力。我们不需要把全世界的知识全都预训练到脑子里，我们只需要具备一个核心的算法，就是在陌生的环境中快速吸收新经验，快速去学习。那在这个万物皆可速成的时代，
我们家长最大的价值就是帮孩子守住慢下来的定力和钻进去的洞察力。正像耶拉说的，他训练 AGI 的目标和我们教育孩子是一样的，都必须培养出能在陌生环境里快速吸收新经验、快速学习的如饥似渴、充满活力的这样的超级学习者。但紧接着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来了，如果在上坡的时候我还能在旁边点拨一下原则，如果下坡的时候我不帮他支招，不给他指路，遇到没见过的大片乱石，旁边就是悬崖，他要是害怕怎么办？那如果孩子写作业的时候 iPad 没电了，连不上大模型，不会做了怎么办呢？ AI 时代孩子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或者说陷阱是对完美答案的依赖。这绝不是让孩子少用 iPad 找答案这么简单。几十年前，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必须亲身下场去寻找答案，需要去图书馆查阅，去请教导师。那这些过程呢，本身就有较高的时间精力的成本。哪怕这几年搜索引擎已经便捷了很多，但你仍然去需要甄别信息的好坏真假。但今天呢 ，AI 让正确答案变得极其廉价。当你的孩子写作业、查资料，随时都能从 AI 那里达到一个几乎完美的方案时候，他还有没有勇气去选择那条更笨拙、更痛苦，但完全属于自己的探索之路，去经历、去试错？这就是 AI 时代试错的勇气之所以那么珍贵的原因，因为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孩子们必须主动的去拒绝那个手到擒来的选项，自主的去选择进入困难模式。其实这对我们成年人来说都非常难。你妈走这块我还你看，当他面对这片陡峭的乱石下坡，这里老卢没有给他指路，也没有 AI 去导航去指引，没有标准的答案，他该怎么走呢？我带孩子来越野跑，就是要把他从考试做题，从 iPad 上的 GPT 豆包那些虚拟的从问题到答案的世界里，硬生生的给拽回到这个粗糙的到处都是坑、到处都是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每一次他不敢下坡，每一次崴脚，每一次摔跤，都是一次又一次宝贵的负反馈。而每一次他找到稳固的落脚点，找到鞋底和砂石地面和特定石头材质的摩擦力边界，这就是正反馈。物理世界是无情的，狡猾就是惩罚，那踩稳就是奖励，这就是最底层的 reward model 奖励模式、奖励模型。在 AI 训练里，这又叫基于环境反馈的强化学习 RL。而每一次完成训练或者比赛，大脑就会给他自信，释放多巴胺进行正反馈。那我也会在他自己努力尝试有了进展，在做对的时候，给他鼓励和支持，从而加强他的正反馈。那孩子做错的时候，不敢前进的时候呢？那踩坑的时候呢？我们家长一定要温情地鼓励孩子，坚持住，这很酷。家长给孩子要兜底，事儿干砸了不怕，家长帮你撑着，我们要当他的安全网。让孩子安心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试错，这样其实你就在修改他的价值函数。咱们要告诉孩子别担心，那个让你感到难受、痛苦的试错过程本身，记住是试错过程的本身才比你最终拿到的结果和答案是更珍贵的财富。一定要让孩子理解，完成老师留的作业、学习的进步、考试的满分，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只是思维和能力的副产品。无论在山上还是在社会里，只要孩子有勇气下场，再加上人类独有的直觉，假以时日，就必然能摆脱对 AI 甚至对老师、对家长的依赖，跑通建立起自己解决问题的决策大模型。那这个决策大模型呢，绝对不是 AI， 而是孩子基于大量真实试错经验形成的，能快速判断、敢于行动且能自我纠错的直觉和能力的系统。真正的成长始于预设答案的失效，成于自我验证的反馈。所以记住第二课，没有标准答案的时候才是真正学习的开始。不要怕孩子走弯路，在 AI 时代，弯路上的风景和坑才是属于他自己的财富。但是我们刚才所赞叹的试错勇气和那个正在形成的决策模型，他们听起来很强大，却都建立在一个沉默的不容置疑的前提之上。在 AI 的世界里，决策和行动是可以分离的。一个算法在云端进行万亿次计算，笔记本电脑、机器人、机器狗在千里之外去执行，或者是云端训练好的算法置入到边端。但人不一样，我们的决策系统、训练系统和我们血肉之躯的感受系统、执行系统是从头到尾都内生在一块儿的，是无法分割的。人类的决策行动循环本身就是内在体验和价值生成循环的一个外在表现。我们思考的时候用的是经历过痛苦和欢悦的大脑，我们行动的时候用的是承载着记忆和期待的身体。
而这恰恰就是我们人类对抗 AI 的最大优势之一。这也正是为什么前 OpenAI 的首席科学家 Yola Sutskever 会说，人类大脑内置着一个强大的价值函数。它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学公式，而是一个融合了视觉、触觉、前庭平衡，甚至肌肉酸痛的感觉这样一个全身心的评估系统。它会让你在狡猾的瞬间，不是去计算摩擦力系数，而是全身汗毛竖起来。就这种基于身体的直觉警报，比任何逻辑推理都要快，也可靠得多。那么，请你想一想，如果一个孩子的大部分决策训练，或者说越来越多的学习和生活，都发生在一个可以撤销、可以重置、没有真实痛感的屏幕世界里，那会发生什么呢？它的这套价值函数就会失灵，它会失去对真实风险的本能敬畏，也会失去征服真实困难之后扎扎实实的内啡肽奖励的成就感，它会变得脆弱或者虚无。作为第三幕，我们要直面这个 AI 时代最隐蔽的陷阱。听到这儿，您可能会觉得，今天我们聊了半天，不就是想让孩子多运动运动吗？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大脑和成长的认知。是的， AI 时代，孩子面临的第三个陷阱，就是肉身的不在线导致的价值函数失灵。当他们的手指头在屏幕上划过的距离，远远超过双脚丈量土地的距离的时候，那危险就已经埋下了。在他们的感知里，世界变成了可以编辑、可以撤回的像素。但这里有一个 AI 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 AI 没有身体。ChatGPT 可以用几秒钟生成一篇关于痛苦的散文， Sora 可以渲染出最逼真的摔倒，但是他们永远无法感觉到痛，永远无法体验摔倒和重力的不可协商、不可撤回。那现在前沿的 AI 公司都在搞世界模型，搞巨神智能，中国和美国的机器人也都可以上下台阶、小步跑跳。但即使这样， AI 也并不能把它硅基身体的体验传达给孩子们碳基的肉身。你无法靠 AI 给你的经验去和真实的世界打交道。AI 可能提前可以帮你准备一份详尽的行程攻略、风险指南、补给指南，但数据来源可靠吗？昨晚下雨了，路滑，山里起风了怎么办？那孩子心里是不是会害怕、会发慌？崴脚了走不动，天黑了怎么办？我们带孩子上山，就是要让他们去撞击这个到处都是风险、结果无法回退的真实物理世界。孩子们有了前面第一章踏踏实实不速成的心态，有了第二章敢于试错的勇气。我们现在万事俱备，就敢去下场搏一搏，流血流汗又能如何呢？孩子在爬这段陡坡的时候累得不行，那我说爸爸能不能歇一会儿？我告诉他说，坡上没有地方休息，停下来站着，腿的负荷会更大，而且后边还有人，就算你坐地上其实都不安全。我们必须坚持到下一个平坡再休息。这其实就是物理世界的反馈，它不讲情面，也没法作弊，也没有什么 Ctrl 加 Z。我们再看这段下坡，这么陡的乱石坡，成年人都不好走。我其实在后边也挺担心的，但孩子其实很用心，他专心致志地用自己的力量、智慧和技巧去攻克难关。传统观念以为大脑是司令部，身体只是执行器，但脑神经科学研究告诉我们，思维是身体和环境互动的产物。这在认知科学里对应着一个非常硬核的概念——具身认知。当孩子在乱石堆里边找平衡的时候，他不是在思考平衡，他的脚踝、他的内耳前庭、他的核心肌肉在以毫秒级的速度进行海量计算。这种计算呢，不需要经过意识层面，直接化为了肉身的直觉。为什么这种直觉在 AI 时代如此值钱？因为当所有的知识、答案甚至情感陪伴都可以被 AI 低成本生成的时候，真实感将成为最昂贵的奢侈品。如果孩子习惯了虚拟世界的即时满足和低成本试错，他就会变得脆弱、虚无。他会觉得反正一切都是模拟的，那努力有什么意义呢？那在山上不一样，他能靠着自己的双腿，按耐住岔气儿冲过冲点的时候，那种多巴胺和内啡肽的混合分泌是真实的，那种我征服了重力的自我效能感是扎扎实实的，这种我可以改变物理现实的信念是任何大模型都给不了的。它是孩子抵抗虚拟虚无感、抵抗抑郁和焦虑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第三课的核心，请各位家长刻在脑子里，拒绝把大脑供养在屏幕之前，我们要野蛮地使用身体。在这个万物皆可以云端化的时代，请你务必让你的孩子们保留离线的能力，去流汗，去触摸粗糙的树皮，去感受冰冷的溪水，去体验肌肉的撕裂和重组。因为只有强悍的肉身和大脑，
才能承载强悍的灵魂，去驾驭那个没有身体的超级 AI。老卢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孩子用 ChatGPT 写了一封文采斐然让奶奶感动落泪的生日祝福，你会批评他还是表扬呢？很多人都会觉得那孩子有孝心，还懂得用工具去提高效率，但好像稍微有点取巧啊。那这个问题不大吧？情况是这样的，这里边藏着一个 AI 时代最可怕的陷阱，它不是在教坏孩子，而是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剥夺他们生而为人的资格。这个陷阱就是情感外包。那我们来看第一个 case， 上周是奶奶的70岁大寿，一个平时很乖的孩子，为了让奶奶开心，他去问 ChatGPT， 请帮我写一段最感人、最温情，能让70岁老人落泪的生日祝福。那1秒钟，一段文采斐然的排比句就出来了。孩子复制粘贴，做成贺卡 iPad 拿给奶奶去看，奶奶看得热泪盈眶，非常感动，夸孙子懂事啊，还有才华呀。孩子也很得意，觉得我也尽了孝心，效率也挺高，每个人其实都挺开心。但是在这份得意的背后，一种微妙的变化已经发生了。他体验到了不走心也能获得巨大情感回报的一种捷径的快感。孩子在用 GPT 写贺卡的时候，他省去了那个去写祝词、抓耳挠腮去思考的过程。按说他要去回想和奶奶相处的细节，奶奶给他做的饭，奶奶熬夜帮他补的衣服，奶奶在他一个人出门的时候的念叨。孩子那一次一次的费力回想过去，写祝词写的磕磕绊绊来回改，这个用心费力的过程才是生而为人的黄金精神。他让 AI 替他去爱了他的奶奶。如果家长不加干预，他在潜意识里得的逻辑就是只要结果对方满意，我用不用心其实并不重要。这就是行为主义心理学中的结果强化效应。还有一个孩子去别人家玩，不小心弄坏了朋友的高达模型，他把机器人藏了起来，害怕面对朋友的怒火，害怕道歉时候的尴尬，于是他让 AI 写了一封诚恳的道歉信，甚至还让 AI 分析了朋友的性格来调整语气。那这段话呢，通过微信就发出去了，朋友后来给他回了一个电话，原谅了他。但这其实更可怕，因为道歉信的核心价值不是那几行字儿，而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的羞愧、纠结和自省。也许你其实早已经害怕和尴尬了，但是文字真正的落在纸和笔上，或者说你面对面的和朋友道歉，那时候你才会真正直面自己的潜意识，也就是这种心理上的痛感才会让你长记性，让你下次对待朋友的心头好，对待重要的事情要额外的谨慎。AI 帮他消除了这个痛感，在这件事上呢，他就没有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长此以往，他就有可能慢慢变成一个只会解决麻烦但不懂得承担责任的人。那下一次犯错的时候，他脑海中的第一个选项很可能不再是我该如何的去弥补，而是我该如何最体面的掩盖。也许你会说，老卢你的 case 是编的吧？视频你也是 AI 合成的，这个不太真实吧？我很遗憾，这样的事儿太多太多了。在算法看来，写祝福、写道歉信只是一个任务，任务的目标就是搞定，越快越好，越顺滑越好。但爱呢，是反算法的，爱是低效的，爱是充满摩擦的，和 AI 和算法完成任务完全不一样。人类之间的这个喜怒哀乐是需要花费心力、花费能量和时间的。如果我们不告诉孩子这一点，他们就会变成情感上的功利主义者，用最低的成本换取最高的情绪价值，这就是算法式的冷漠。那在 AI 训练里边呢，这叫 RLHF， 就是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工程师必须要用人类的价值观去对齐算法，防止他为了效率去干坏事儿。而我们家长其实就是孩子的人类反馈师。每当孩子想用 AI 去走情感的捷径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灵魂3问。那这件事儿省去的是麻烦还是心意？这个结果带来的是对方的满意还是你的成长？这个过程消除的是重复劳动还是必要的痛感？那这3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对抗算法式冷漠的疫苗。看看今天我跟女儿在山上的这一幕。我们在比赛后半程的时候，老卢自己拖了后腿，把脚狠狠地踩了一下。当女儿马上停下来关心我的时候，她的本能和赛程赛果完全无关。其实如果她没有管我，或者我没有注意到我一直往前跑，我也会评估自己的情况，尽量的冲刺赶上去。但事实是他完全没有去计算什么胜率，或者也没有做什么权衡得失。他的大脑里那个叫亲情的价值函数完全压倒了赢得比赛的目标函数。他为什么能做出这个选择呢？
因为它的价值函数不是用代码写的，是用一次一次我们一块爬山跑步时候流过的汗、崴过的脚、分享过的能量胶、巧克力这些实实在在的肉身记忆共同熔铸出来的。AI 是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爸爸的脚踝会比比赛的奖杯更重要，但我们的孩子呢，他们能理解，只要我们和他们一起经历过这些成长的日子。只有那些 AI 无法替代的笨拙、真诚和痛感，才是我们教育孩子生而为人的证明。所以第4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各位家长请务必告诉你的孩子，有些东西永远不能追求效率。当他想用 AI 写祝福的时候，请让他放下手机，哪怕只写一句奶奶我爱你，但也要他是自己拿手写的。当他想逃避道歉的尴尬时候，请推他一把，让他亲自去面对那个难受的时刻。你可以把繁琐的工作外包给 AI， 但永远不要把你的真心外包给代码。只有那些 AI 无法替代的笨拙、真诚和痛感，才是我们教育孩子生而为人的证明。听到这里，可能很多家长会问，老卢，你这只是在山里啊，我的孩子又不跑越野跑，他能在写作文、练钢琴、交朋友的时候也训练拥有这种适应力和勇气吗？另外，孩子会沉淀下这些底层能力用到别的地方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而且其实是教育最核心的问题之一，能力的迁移。我要诚实的告诉大家，迁移是不会自动发生的。迁移不会自动发生，但我们可以通过复盘和引导，帮孩子架起一座提问和比喻的桥梁。那下山路上，我不会只是问，哎呀，今天跑步累不累？我会问，刚才回程时候那个最陡的乱石坡，你觉得要保持平衡、安全下山，最关键的是什么？他可能会说，眼睛要往远处看，脚要踩实，类似这样。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座桥悄悄地去搭到学习上。哎呀，真厉害！那你觉得，如果你攻克一道没见过的数学题，像不像下这个乱石坡呢？眼睛要看远，其实就是看清最终问题和目标。脚踩实，每一步要推导扎实。我们要不要试一试用下山坡的勇气去攻破一道数学题呢？类似这样的一个例子，迁移其实就是把一个领域的手感翻译成另一个领域的心法。而家长，我们就要做最初的翻译官。如果光在跑完步就完了，那他充其量就是一个身体好、跑得快的孩子。那越野跑呢，其实只是我给他搭建的一个高强度模拟舱。在这里边，困难是具体的，反馈是即时的，痛感是真实的。这种环境最容易把一个道理刻进身体里。那进一步做迁移学习的引导，其实是我们家长的功课。拿我自己来说，迁移和引申的教育不仅发生在我随时跟他复盘的时候，让他把如何踩乱石的方法总结成面对不确定性的策略。那还发生在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以及下山之后其他的实践里。发生在他面对难题要退缩的时候，我会提醒他调动起下陡坡时候那种勇气。所以不仅要带孩子去经历挑战和困难，更要带孩子去复盘、去提炼、去主动寻找生活中的相似场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全景图里设计了那么多不同的板块。我们不仅要练根基，还要教大家怎么把根基里的能量输送到上面的每一个板块去。我再次请大家牢记，绝不要让经验只停留在发生的地方，要帮孩子把它变成随身携带的武器。那如果你看完视频，今晚想立刻做点什么，我给你一个小练习。今晚呢，你跟孩子一块复盘一件他今天做过的事儿，无论好坏都可以，然后一块为他找一个像什么，找一个比喻。你今天坚持跳绳100下，累不累？这个过程你觉得跟你背课文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吗？开启这个寻找比喻的游戏，其实就是迁移学习最棒的一个起点。所以回到我们开头看的那张碳基进化论登山图，今天我们讲的适应力、勇气、直觉和爱，它们共同构成这张图最底层的根基。这是孩子们在 AI 时代安身立命的本钱。按新行者 MindHackers 的老规矩，知识不止于知道，更在于做到。老卢已经将今天所有的核心心法、复盘话术浓缩成了一份您可以马上使用的 AI 时代家长实操手册。第1期回归肉身，置顶评论区 Notion 版，您可以一键免费的领取。那今天的节目呢，只是这张登山图的起点，接下来我们会沿着山腰继续向上攀登。如何把 AI 变成孩子的超级外挂，而不是依赖它？如何在系统的规则下让这个人性依然的去闪光？如果您不想错过这场关乎于孩子未来的教育实验，请务必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我们每周五晚上8点准时出发。更重要的是，大家看到山顶那片蓝色的区域了吗？未来的教育其实需要我们一块去探索。在评论区请您告诉我，那您在培养孩子反脆弱能力时候，最大的困惑或者最成功的瞬间是什么？
您的故事也可能点亮下一期的节目。脚步丈量世界，思考探索内心，我是新行者 My Tigers 的老卢，我们下期见。